Hello，大家好，毛毛。我哋依家喺荔灣區嘅芳村，咁今日咧會帶大家去逛一條歷史非常悠久嘅古村落啊。之後咧就會帶大家去食驢肉煲噶。咁天上龍肉，地下驢肉，唔知大家有冇食過呢？出發啦，Go！呢度咧就係聚龍古村啦。咁最近嘅地鐵站咧係廣州地鐵1號線花地灣站 B 出口，步行800米，路線咧就可以參考呢個圖。呢個咧就係依家嘅聚龍村嘅村口牌坊啦。咁據說咧舊陣時其實好講究㗎，不過咧我對風水玄學咧就冇咁熟悉，亦都睇唔出有咩門路啊嚇。但係咧而家見到嘅呢一個咧，同以前嘅肯定就已經唔同㗎啦。呢個咧係重新復建嘅村口牌坊廣場。咁嗰陣時咧，牌坊門樓上面嘅聚龍咧係由清末嘅進士姚佩芬所寫嘅，依家咧係真係完完全全嘅重新整咗一個㗎啦。完全同以前係唔一樣嘅嘢。而家牌坊嘅豪華程度咧，就連獵德村都比唔上。但係其實以前呢條村咧，絕對係非常之豪華。跟住我哋行，你就知㗎啦。咁聚龍村咧，又叫做鄺家村，響清朝光緒5年，即係1879年啦，由一批祖籍台山嘅鄺氏華僑買地建造嘅。10年之後，即係1889年，鄺氏先至正式由台山遷到咗廣州嘅聚龍村嘅。點解要起成10年咁耐呢？係因為呢度咧其實係屬於芳村涌口，以前咧係一片河灘沙地。咁鄺氏咧係好擅長風水嘅，嗰時咧就開闢咗一條連通珠江嘅護村水道啦，將成條村啊整成咗一個風水寶地。相傳咧，鄺氏就係用呢條水道將一條支龍脈引到咗鄺家村，而正因為呢個原因咧，所以呢度就要叫做聚龍古村啦。咁仲有一個版本嘅喎，就係話築堤挖地基嗰陣時咧，喺紅色嘅沙岩層度發現有泉水湧出啊。咁有位風水大師咧就話呢度係龍出血嘅風水寶地啦，所以咧就要叫做聚龍村。反正啊，最後鄺氏全部人咧都真係飛黃騰達，每家每戶都出咗富商㗎。依家嘅牌坊廣場呢度咧係有一個好豪華嘅龍形石雕嘅，非常之豪華，規模亦都好大。咁呢啲咧就係聚龍村嘅古屋啦，有3排，坐北朝南嘅，係2層嘅青磚瓦屋，一共咧係有成20間嘅。呢啲古老嘅屋咧，建築風格就有啲似西關大屋，不過其實咧又唔係正宗嘅西關大屋喎。坐北向南磚木結構嘅2層別墅。有嘅咧係青磚石腳、雕花檐頭、趟籠木門，呢啲咧係有西關特色嘅，但係佢咧又有石夾門窗，呢方面咧就吸取咗西方建築嘅風格啦。呢啲咧都係好值得過嚟睇一睇嘅。而每間咧係有成200幾平方米㗎，咁按井字形平面佈局，整齊美觀，錯落有致。除咗有屋之外咧，當年仲有100畝嘅良田。喺1914年，聚龍村咧又新起咗第21間屋。依家嘅聚龍村咧，完好保存嘅古屋咧係有19間嘅，係廣州現存最完整嘅古民居建築群之一。呢個咧就係聚龍村嘅12號啦。佢咧係鄺五臣嘅故居，咁佢咧係聚龍村嘅第1任村長。響聚龍村咧係有4棟樓嘅，分別係5號、12號、16號同埋19號。鄺五臣咧係創辦咗鄺美南兄弟鞋廠嘅，咁產品咧係遠銷東南亞嘅。佢咧仲開咗間天元茶樓，我見咧好多人都誤傳天元茶樓咧係清平飯店嘅前身，其實只不過係清平飯店嗰棟樓咧曾經係天元茶樓，而清平飯店咧係由紅心飯店、國強飯店合併而成嘅。咁對清平飯店有興趣嘅可以睇睇呢期影片。呢批保留得咁完好嘅古居民建築群咧，唔單止係保留得好啊，係維護得都好好啊。門窗、雕花全部都有㗎，而且係有人居住㗎。每年咧都會過嚟黐揮春、掛燈籠，好有生活氣息。你睇下窗仔，之前我哋拍過咁多期古建築咧，最完善係咪呢一批咧？而且呢度啲屋咧非常之闊落啊，200平方米一間係唔同啲嘅。門前嘅街道亦都係好闊㗎，一啲都唔窄。每一間屋咧都唔會連埋一齊，係真係有分開嘅。有部分咧係住人嘅，有部分咧係做咗展覽嘅。呢個咧係非遺服飾空間，可以預約參觀。
我哋攬過趟龍門就入咗嚟啦。而家咧係服飾店，呢個古屋咧係保留得好好嘅，無論梁柱嘅雕花定係個格局，仲係同以前一樣嘅。而家咧係賣傳統嘅服飾，旗袍、唐裝，仲有馬面裙。因為呢度每一間屋咧都非常之大，所以咧行嘅距離有啲遠。呢間咧係聚龍村1號，佢咧係鄺國明嘅故居。鄺國明咧就係清末嘅舉人，而且咧佢係全村唯一一個唔相信玄學嘅人。屋企咧係冇設神樓㗎。咁響光緒30年，即係1904年，開咗廣州嘅第一間西藥藥房——中美大藥房。咁曾經咧響廣州嘅太平南路，依家咧係叫做人民南路，有成10幾棟商鋪㗎。曾經咧亦都係聚龍村嘅首富。咁佢響聚龍村裏面咧係有3棟樓嘅。分別咧就係呢間啦，1號同埋13號、14號。而家咧呢間係作為辦公室使用嘅。咁佢呢間屋嘅雕塑咧係最豪華㗎，顏色咧係非常之鮮豔㗎，好精緻嘅。咁呢度咧其實係屬於芳村嘅涌口嘅。涌口咧就有一個民族節日啦，叫做生財會。舊時咧聚龍村都係生財會嘅其中一個舉辦地，每年咧都係非常熱鬧㗎。如果對生財會有興趣嘅，就可以睇睇呢期影片啦。呢間咧係聚龍村21號，佢嘅主人咧就係鄺行石啦。21歲嗰陣時咧就全家搬咗過嚟聚龍村之後，就開始飛黃騰達啦。咁發達之後咧就響1914年新起咗呢間21號，作為主人房用嘅咋。鄺行石咧係清末民初嘅黃金巨子，咁佢喺香港咧係創辦咗麗興金鋪嘅，專營黃金嘅。曾經咧喺香港、廣州、美國同埋加拿大都有分店㗎。後嚟咧仲超越咗鄺國明，成為咗聚龍村嘅首富添。咁佢喺聚龍村裏面咧係有成7棟樓嘅，分別咧就係6號、7號、8號、9號、17號、20號同埋呢間21號。咁大間屋先至作為主人房使用咋，當時真係好威。佢呢度嘅建築風格咧係比西關大屋仲要精緻啊！有好多嘅雕花，有好多嘅裝飾物。呢間咧係聚龍村9號，佢咧係鄺行石嘅其中一間屋。依家咧係居民正常使用，但係整體裝修真係好豪華啊！呢度住呢種屋咧就真係非常之舒服啊！好多西關大屋咧，因為後期嘅歷史原因咧係俾人侵佔咗，或者係連條巷咧都俾人起埋屋，係會比較逼仄陰森嘅。但係呢度咧就唔會啦，每一間都咁大，係真係獨立嘅屋。可能啱啱嗰個婆婆就係鄺行石嘅後人。鄺行石咧，其實喺度一共咧係有7棟樓㗎，只有少數咧係租咗出去作為商鋪使用，大部分咧有人居住緊㗎，生活氣息係好濃重㗎。呢種咧就比正宗嘅西關大屋咧要豪華啲。留唔留意到佢哋2樓嗰度嘅門咧係有灰塑㗎，而且係彩色嘅灰塑。呢間咧就另一間嘅商鋪啦，安南茶館。但係呢間咧就唔係免費參觀嘅，係需要消費參觀嘅。一路睇落嚟咧，呢種灰色嘅牆就叫青磚啦。咁呢啲磚咧摸上手係涼浸浸嘅喎，人比較少，一啲都唔嘈雜，好寧靜一個古村落。呢邊咧係連下水道啦都有做裝飾嘅，呢竹嘅造型咧就係佢哋嘅下水道啦。而家係真係維護得好好㗎，不過都要基礎設施夠晒好嘅。咁聚龍村咧有咁多古建築可以保留落嚟咧，其實真係好好彩啊！喺1938年啦，廣州淪陷嗰陣時啊，全街嘅店鋪咧都係被燒毀嘅，但係因為有交保護費喎，所以就得鄺氏家族嘅19間屋咧係完好㗎。到咗解放後咧，就改為咗廣州市第2、第3糧倉啦。之後咧，又因為聚龍村裡面嘅有錢人啦，都喺抗戰或者係廣州解放之前咧，就已經移民到咗香港或者海外，留低睇屋嘅人咧都係下人。所以喺嗰10年咧就冇發現啲咩剝削階級啊，所以咧受到嘅衝擊就比較少啦。咁90年代嘅大拆大建裏面咧，涌口呢邊咧好多舊屋都係拆晒㗎，而聚龍村咧又因為俾村廣場上面起嘅涌口小河遮住咗，咁咧就冇俾人拆到啦。可能真係冥冥之中有條龍脈保護住呢條村啦。呢間咧係聚龍村4號，佢嘅主人咧係鄺其照。佢咧就係廣州寶巷創業先驅，係清朝教育部嘅官員，係清朝政府咧駐新加坡嘅商務領事、駐美商務參贊助理。
咁2號樓嘅主人鄺光慈，佢個仔咧鄺成斌就喺呢度做過老師嘅。咁而家佢咧都仲係住喺聚龍村2號入邊㗎。呢個咧係鄺氏家屬，而家咧就係黨訓服務站。咁除咗有古屋保留住之外咧，而家係佈置咗有唔少嘅裝飾㗎，例如呢隻雕啊，展示咗當年居民生活嘅石雕。咁介紹完聚龍古村咧，我哋就去食飯啦，超好食嘅驢肉煲啊！go！睇完古村，而家出翻嚟牌坊呢度。咁牌坊正前邊嘅呢條路咧叫做聚興大街，沿住右邊行500米左右咧，就可以去到今晚食飯嘅地方啦。咁啱先介紹嗰時咪講咗聚龍村咧係畫咗一條水道嘅，而家行緊嘅呢條路嘅左邊咧就係呢條水道啦。依家咧係一條河仔，咁河上面嘅呢條橋咧就叫做聚龍橋啦。河嘅兩邊咧有好多綠植，所以呢邊咧係一啲都唔曬嘅，行起身係好舒服。而家咧係已經執得好企理乾淨啦，有唔少後生仔喺度釣魚啊，好寫意。你睇幾多親水平台，非常之多人喺度釣魚㗎。行到嚟呢度就見到蕉村嘅石頭啦。咁我哋咧就沿住中間嘅呢條路度行入去，冇幾遠咧就到㗎啦。咁留意翻，我哋行緊嘅呢條路咧係通車嘅，所以咧其實係仲可以選擇搭公交車過嚟聚龍古村嘅喎。我哋依家咧就轉咗入去蕉村啦，沿住呢個方向一直行，沿住蕉村新路一直行就可以去到㗎啦。呢邊咧就唔係古建築群，所以建築咧就比較現代，亦都冇人哋咁豪華、咁舒適。呢間興裕小食店咧都好出名㗎，買嘅嘢唔貴啊，真係街坊價，由7個半嘅拉腸到10幾蚊嘅粥，夜晚仲有碟頭飯食添啊，早午晚都可以食佢。喺呢邊非常之有名嘅店啊，喺度成30年。街坊真係由細食到大啊！沿住前面呢條巷道行入去，呢度咧就係蕉村新街啦。咁聚龍古村咧都算係靠近市中心嘅古村落啦，而且咧係比較乾淨企理。古建築咧雖然好多，但係成個範圍咧唔會話太過大，行起身咧唔辛苦嘅。行到去路口呢度咧向右轉，右轉之後咧沿住呢條路一直行落去就到㗎啦。如果唔想睇聚龍古村，直接咧就想去食驢肉煲嘅，就要睇呢張地圖啦。最近嘅地鐵咧係1號線花地灣站 B 出口，步行大概650米。呢間咧就我哋要食嘅新記驢仔肉啦。咁佢咧係已經開咗好多年㗎啦。我細個讀書嗰陣時咧就食佢啦。廣州咧係仲有間食驢肉煲唔錯嘅，叫做肥佬林。咁佢最近嘅地鐵站咧就係芳村站 A2 出口，步行900米。肥佬林嘅環境咧就會比新記好，不過按我口味，我係更加中意食新記嘅，而且咧我就係中意新記夠大排檔嘅感覺。咁提醒一下喎，新記驢仔肉咧係秋冬天先至營業㗎，每年咧就係做半年嘅生意。依家新記嘅鋪面咧就細咗好多啦，老港觀眾睇到咧都唔知仲認唔認得出嚟啊！我哋入去攞威咯，而家咧就啱開市。一如既往嘅坐低就嚟睇菜單啦。咁每年過親嚟咧都發現升咗價，咁今年嘅升幅咧其實都還好，唔算貴嘅。其實我哋要拍嘅羊肉煲咧就真係升到我心痛啦。標配嘅咧我係會嚟食呢個驢骨腩煲嘅。咁骨腩煲咧就係醬香型嘅，就唔飲得；而驢肉煲咧就清湯型嘅，可以飲得。除咗要個骨腩煲之外咧，咁驢肉嘅各種部位咧都有得加嘅，嗱，加驢肉啦，加雜腰脷啊、邊啊、肉啊，咁比較特別嘅咧係可以加驢皮啊。咁驢皮咧我係非常之推薦嘅，因為佢咧就係阿膠嘅原料，食完咧就真係白白滑滑啦。我哋咧係會加個肉片嘅，75蚊一碟。咁仲有其他嘅蔬菜類都係大概20蚊一粒左右。咁我哋再加個枝竹咧就差唔多噶啦。再唔夠食嗰時咧再加麵咯，華豐麵咧就3蚊一個，睇好菜單去落單啊！煲咧就上咗啦，148蚊一煲嘅骨腩煲，係沙煲嚟嘅。而家配嘅咧係煤氣爐。隔離呢碟咧就係驢肉片啦，75蚊一碟，份量其實都唔細㗎。真係仲餓咧就再加個華豐麵咯，更加老果味道。呢份咧就我哋嘅枝竹啦，係呢種炸嘅枝竹。枝竹咧就最後先落，吸收咗湯底之後咧就好好食。呢個驢肉係新鮮切嘅，現切嘅咧？係。除咗上菜之外咧，亦都上咗尖料㗎啦。咁食驢肉嘅尖料咧，就一定要有嘅係腐乳，呢個係辣椒，呢個咧就係辣椒豉油。首先咧就係攞半嚿腐乳啊，中意重口味嘅咧就可以落1嚿啦。
呢方面咧就可以根據自己口味嚟調配，但係食醬香型嘅驢肉咧就一定唔少得腐乳嘅，咁樣嘅味道咧先至夠鍋味嘅。食唔同嘅嘢搭配唔同嘅醬料，個驢肉咧都差唔多滾啦，好香啊！依家驢肉煲咧就滾咗啦，好正啊！入邊有葱嘅，就俾你睇睇有幾多料啦，大概斤半左右嘅料，非常之多㗎。哇！特別有個驢皮好正啊！天上龍肉，地下驢肉啊！今日就嚟享受一下呢個驢肉煲啦，好多料好正啊！呢個咧係骨腩煲濃湯型嘅，我就開餐啦，沾一沾就食得啦，非常熱。骨腩煲嘅好處咧就係又食到肉又食到腩，仲可以食到皮啊！咁啱先咧就試咗肉啦，我覺得可以再燜多陣。而家個味道咧係好正嘅，但係口感方面咧未夠軟爛。呢度嘅驢肉咧係食得到驢肉嘅鮮味嘅，加埋個腐乳之後咧真係好好味啊！呢塊咧就驢皮啦，非常之大，好厚啊，有少少肉，咁好睇有少少脂肪喎，一啲都唔肥膩噶，感覺好正噶，係瘦肉嚟噶。咁滾一滾咧就足夠軟爛，好食噶啦。如果你話買阿膠要幾百蚊先得個半斤嘅話，呢度打一煲嘢先百幾蚊，係好抵食噶。真係食完之後白白滑滑又暖身，再搭配埋呢個靈魂尖料啊，滋補又舒服，軟爛夠香糯，真係正。食完之後咧個嘴咧會有少少黐黐地嘅感覺啊，膠質咧真係非常之豐富啊。咁食阿膠咧就半斤就要幾百蚊啦，呢度一煲驢肉咧先至百幾蚊，係抵食嘅。嗱，依家呢驢肉咧就炆得夠晒腍啦。咁驢肉咧同羊肉嘅口感其實好相似嘅，但係驢肉咧就更加冇脂肪，而且咧係唔會有嗰陣羊騷味，食起身咧就更加滑一啲啊。而家單價仲要比羊肉平好多添喎，係抵食㗎。依家炆咗下咧，啲驢肉咧就夠晒腍啦。咁驢肉嘅口感咧其實同羊肉咧係好似嘅，但係佢比羊肉咧就更加鮮甜，而且咧唔會有羊騷味，食落去咧亦都冇咁多脂肪，咁口感方面咧係滑好多㗎。依家食翻份驢肉煲咧就真係好正，有種補得嚟咧好舒服嘅感覺啊，唔會膩。呢份咧就價值75蚊嘅驢肉片啊，咁啊食得差唔多咧就可以加落去啦。呢啲醬嘅鍋底咧真係好香啊，最啱咧就係炆驢肉噶啦。我變晒色咧就食得噶啦。呢啲咧就驢肉片啊，都唔薄嘅一片，咁我就開餐啦。嫩滑有彈性，仲要好鮮甜。嚟親芳村咧就肯定為咗食驢肉嘅。依家雖然芳村食家咧就唔喺度啦，但係食驢肉嘅習慣咧都仲喺度嘅。呢啲咧就淥好咗嘅驢肉啦。咁驢肉咧，你睇紋你就知啦，同其他肉片咧係唔同嘅。佢嘅口感咧係比較滑，有獨特嘅香味。肉咧亦都係有鮮甜味嘅。每次秋冬天咧，除咗食羊肉之外咧，我就好中意食驢肉煲嘅。食到差唔多咧，湯少咗嗰陣時咧，就可以叫佢加湯啦。加完湯又可以再淥下一次啦。20蚊嘅枝竹，之前咧係更加大碟嘅，已經俾我偷食咗唔少啦。見面已經有幾塊喺入邊嘅啦。係咁，依滾一滾就食得㗎啦。枝竹好快熟嘅啫，因為佢本身就炸過熟咗㗎啦。呢種係炸枝竹嚟嘅話，係豆製品。如果係豆過敏嘅話咧，其實唔食得㗎。仲有一種咧係鮮嘅枝竹，嗰種咧就滑啲，豆味就重一啲。呢種咧就有個香脆嘅感覺。咁宵夜檔梗越夜越精彩啦。廳入邊咧係有位嘅，亦都有出邊嘅呢啲位置。咁除咗要體驗呢個大排檔感覺之外咧，要感受呢個煙火氣，最推薦嘅咧，梗係要坐街邊位置啦。咁樣啊，睇住夜景食啊，先至正噶嘛。坐室內咧，吹住風扇係舒服，但係總係覺得差咗啲嘢嘅。同朋友吹幾個水，飲兩杯小酒，哇！真係一流。落幾多就食幾多，咁樣食咧就唔怕老啦。等我落埋呢半份先。仲有啲好補嘅驢邊啊！我哋啲後生仔女咧就唔補住啦。你哋有興趣嘅可以試一試嘅，睇下食完之後係咪真係特別勁嘅。終於錄完最後一盤肉啦，其實兩個人咧食呢煲真係好飽啊，有啲食唔落啦。仲有菜味淥咧，枝竹咧，兩個人過嚟食咧，一個煲加個肉片就差唔多啦，唔好點太多啊！如果唔係真係要扶長走啊！要做多幾多次運動咧，我先消耗到今晚嘅卡路里啊！真係有啲多呢個份量。
以前你食驢肉煲嗰陣時咧，仲有感覺啊！即係驢仔咧就擺喺隔離嘅，睇住佢俾人宰，然之後睇住我哋食飯，又陰公又可愛咁樣。而家咧就冇得現宰㗎啦，全部咧都集中宰晒，咁啊環境乾淨企理咗咯。但係坐喺街邊位置咧，都仲係好有大排檔感覺嘅。佢吸咗個味之後咧，真係好正啊，好好食啊！啱先咪話食肉食到飽啊，好厭嘅。哇！呢份支租，我覺得我可以自己砌晒佢啊！下年我仲會翻嚟食嘅，老肉正啊！唔開票咧就可以送菜啊，好大份啊！咪成日都話我淨係食肉唔食菜嘅，而家咪補翻下我啲維生素咯。今餐咧就一共消費咗249蚊。雖然物價咧係飛漲咗，但係出品咧同埋感覺都係同當年你大排檔度食嘅感覺咧係一模一樣㗎。咁呢次食嘅話咧，我覺得份量有啲大啊。兩個人食嘅話咧，呢個煲加個肉片再加個支租咧，就已經試唔到啲咩嘢，但係非常之飽，要付長走啊！就建議3個人過嚟食咯，可以試多幾味餸啊嘛。咁今日視頻咧就到呢度啦。因為我視頻想食地道粵菜咧，就關注頻道啊，點個 like 分享俾朋友仔，下期見啦，拜！